哎，这什么字啊？这是？啊？这儿还有。这写的什么呀，天真？这儿还有。这像是中国古代的汉字，但看起来又有点像韩文，我也认不出来。这个好像是女真文字吧？啊，那你懂？这写的什么意思啊？我神仙啊，我看见我就知道。知识都学杂了，你不得让我想想？这么着，咱先照下来，等到时候我慢慢研究，行不行？走走走。哎嗨，这地方得有30多度吧？啊，太热了。哎，天真啊，那块风石应该不会是偶然的吧？开山建陵，就地取材。你看这外面这么多乱石头，就是他们当时修建陵墓的时候用来采石的采石场。工人们在采石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条地下通道，只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必须要用风石把它封住了。我告诉你啊，这味儿可越来越重了啊！温泉离咱们可就不远了，待会儿光溜溜泡个澡，弄个3温暖啥的，是不是？这里是火山口啊！火山？对，整座长白山就是一座处于休眠期的火山，它上次喷发是在18世纪的时候。那它觉醒了，是不是熔岩一下来，咱们就嗝屁着凉了？对啊，到时候熔岩噗一下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死得很快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这黑灯瞎火的整这些词儿，能不能别说啊？哎，不瘆得慌啊！你们2个小兔崽子，说点吉利的话啊！小兔崽子，哎，这里边这么窄，估计啊，咱们不扒这身皮进不去。哎，四阿公，要不您先在这儿帮我们照应照，我们进去给您探探路，探完路回来再告诉您。哎，小鬼头啊，你给我来这套啊？你是怕四阿公自己觉得丢了面子是吧？不过，现在以我这个年龄跟体力，要想爬进去还真不容易。那这么着吧，你们都先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哎，不，那什么，四阿公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我陪四阿公，嘿嘿，你们去。嘿嘿胖子，来，走着，哎。
哎，这地方太窄了。我告诉你，这要我几千块钱的皮褛都穿进来，那不得给我刮花了呀！啊！今年流行破洞和流苏，这时尚圈的事儿你又不懂。这破洞，这地方，太天然了，浑然天成的啊！但这儿温度是不是越来越高啊？我现在有点喘不过气儿来了。我觉得也有一点。胖子，要不再脱2件衣服吧？不是，我觉得这儿空气质量有问题，咱们进来也太莽撞了。要不，咱们先撤回去吧。不成，现在回去太可惜了，而且按照这么个局面，我们一会儿倒着爬回去更难受。胖子，再坚持坚持，我们再往前走2步啊！如果还不到底的话，我们就爬回去。调整呼吸，走。嗯，小哥，哎，怎么了啊？嗯，干嘛呀？怎么了？没事儿。没事，走啊！哎，胖子啊，你看我还在吗？你怎么了？把自己整丢了？你现在看我不在了？你思故你在，整个一对牛弹琴吗？这不是？这不神经病吗？这。我天哪，这竟然还有壁画啊！这看来咱真不是第一批来这儿的人呐！啊！就是不知道之前他们那帮人来的时候，那个缝隙是不是已经坍塌过了？看这个壁画描绘的好像是仙女飞天时候的场景，这里的入口处还有盘龙封石堵着，这里面还有壁画。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哼，什么地方？反正对胖爷来说，这就是青花池嘛，啊，是不是？泡个温泉，泡泡脚，洗个热水澡，洗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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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这里有个洞，好像很深哎，里面也有热风吹出来。就是不知道通向哪儿。哎呀，不管通向哪儿了，你甭管再深，咱们都不用再探了。咱们不就是找一个避风避雪，还挺暖和的地方吗？我觉得这儿就挺好，你觉得呢，小哥？啊，哦对，哼，这儿就是 PM2.5有点高，其他没问题。我说咱们把他们叫下来吧，啊？哎，小哥，你之前在那里面爬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有问题吗？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是高原反应有点缺氧了吧。我感觉我有点出现幻觉了。其
其实之前我们在上面的时候，王胖子掉下来之前，我们刚才在看到考古队留下的信息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出现幻觉了。真没事儿？我可能就是太累了，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放心吧。你赶紧把他们叫进来吧。顺子要是一直在外面冻着，就冻成冰棍了。慢点啊，小哥。来，坐。怎么了？老毛病又犯了，犯癔症了。是啊，我可能就是刚才爬着的时候啊，突然睡着了几秒钟，然后做了个梦。我天哪！我告诉你，下来别玩这套，下来一定要小心。不过也挺好，你做个梦，你把云顶天宫所有的位置都梦出来了，咱们倒省事儿了。成，休息吧，等他们装备下来，吃点东西，啊。外面有人，大家注意。给。怎么弄成这样？我们没有向导，只能依靠卫星定位导航。不知怎么了，到了一个滑坡，结果一不小心，连人带装备都掉下去了，立刻就叫雪给活埋了。我们几个还算运气好的，挂在了石头上，好不容易才爬了出来。可是大部分装备都给弄没了。那些人没救了？你们可以在这里待到天亮，天亮以后匀给你们一些装备，足够你们下山了。不行，我要跟你老板通话。我要跟裘德考通话，宁小姐，这件事你不能替他做决定。但是我能决定谁可以用我的设备，谁不可以。那是当然，但是等裘德考知道了，他会非常不开心的。他可以不知道，一支完整的队伍消失在血泊下，也许要等到来年夏天，或者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如果这句话是裘德考说的，那我现在已经拔枪了。但是你不一样。我是Sir抚养长大的，我和他一样。来，给你们。谢了。萨公，喝壶水。不喝了。还是凉的，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来了。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就看他命硬不硬了。他要是死了，就是咱们害的。本来挺无辜的一个人，被硬生生的牵扯进来了。有时候真讨厌你这种道德。顺子，接着。顺子，来喝水，好不好？顺子，成，顺子，死不了了。哎呦呵，行啊，还真把人给救过来了。
哎，行了。这很明显是天然形成的，洞口又那么狭窄，可为什么要在这儿画壁画呢？是很奇怪啊。按理说，这么特殊的地方留下壁画，他应该是想要传递什么信息才对啊。可是你们看啊，他多数画的都是飞天美女，还有歌舞升平什么的，这个有点不太合乎常理吧？你还别说，这美女这身段是真不错，前凸后翘的。可惜再怎么看也变不成真的。我天，你能不能别用手去抠啊？能不能别那么猥琐？哎，胖子，这虽然没什么价值，但也算先人遗物啊，你不要去破坏它。变态！不是，你看这个，它不是一层，总觉得这里没那么简单。按理来说，不可能单为这些壁画而修这么样一个山洞。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又有人来了。啊？谁啊？萨公。潘子，小三爷，真是你啊！哎，潘子，你怎么能找到这儿？他怎么不能找到这儿？他可是三叔最中意的男人。我是按照三爷给我的路线图出发的，本来想给你们探探道，结果走晕了，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了。三叔的路线图？对啊，我怎么没听说吴三省还有这样一张地图啊？陈四爷，就算是双方合作，也不一定把双方的底牌都亮给对方。你告不告诉对方底牌，你也应该拿出点诚意来吧？啊，我师父现在已经没了一个徒弟了，我们这一道上下的屁滚尿流的，你这可倒好，你吴三省现连头。这些姑且都不论，话一直都是你在说，我怎么相信你啊？再说这一路上危机重重的，我就不相信你会有吴三省那样的身手。陈四爷，您老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就带您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温泉坑壁画。四阿公，你就相信潘子吧，潘子是不会害我的，我们跟着他一块儿去，还请四阿公能够放心啊。哼。小三爷，要不然我也带你看看去。什么声音啊？不知道啊。顺子呢？是啊，什么事儿啊？顺子，哎，顺子，是跟他们走了吧？你看见了？这人呢？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中了狐毒，小心！哎，
哎，狐狸怎么不见了？不见了！不是顺子刚才怎么回事啊？因为上次被狐狸咬了吗？怎么还不上来？我们这里发生了点突然的情况。上来就不会出事了。哎，你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啊，胖爷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这怎么弄？还有，如果让陈家次知道了，顺子他这小命可就没了。温泉能解毒。哎，小哥，你确定吗？你怎么知道的？这儿的温泉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快点走，不能让四阿公他们等我们太久了。事情都解决了。你们刚才干嘛呢？下面那一个个的磨叽。这个陈四爷，这温泉就在上面，咱们抓紧时间赶紧走吧，啊，要不然来不及了。哎，这个方向，走走走。哎，四阿公，请。走。四阿公，慢点。花爷，结果查出来了，那张照片是几个外国人在海底墓穴拍的，据说是裘德考组织的那次海底考察活动，小三爷也参与了。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资料？我要知道他们在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裘德考的保密措施很严，如果要硬查的话，恐怕……我不在乎，尽快通过谢家的渠道联系黑客，我一定要查清楚事情的真相。慢点啊，跟我走。原来真正的温泉坑是这么个地方。胖子，这应该就是顺子说的那个温泉坑了。嘿，以前人真聪明，故布疑云，把考古队员都蒙了。胖子，嚯，你可真执着啊！我告诉你，一般我还不抠呢。你给胖爷看看，是不是有2层？嚯，真2层！天哪！哎，我就说那么奇怪，这画的整个风格不一样，乱七八糟的，肯定有问题。这应该是有人在原本的壁画之上又画了一层，然后外面这层接触空气时间太长了，自然褪色脱落，把里面那层露出来了，然后时间也够久了，里面这层也脱落了。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胖子，你眼睛够贼的呀你怎么看出来的呀？胖爷这堆罩子呀，哎，没有，正常。给你点个赞。谢谢。上面这层好像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工序啊。什么意思？唐代以后的壁画上经常会涂上一种特殊的清料，就像清漆一样，能够保护壁画，这样壁画就不会那么容易褪色和脱落了。那这可能就是唐代以前的，再加上这地方又热又潮湿的，对壁画的保存也有影响。看我干嘛？没有，就是你很难得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瞻仰瞻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瞻仰烈士遗容。活人也是可以瞻仰的嘛，啊，瞻仰瞻仰。云上的马车，这些人的服饰，哎，胖子，小哥，你们记不记得这种服饰我们原来在海底墓的壁画上见过？
这也跟天宫有关啊。三公，我听他们一直在嘀咕什么云顶天宫，是不是和……好吧，你们去帮帮忙。哎，走。谢谢款待，之后的行程也请宁小姐多照顾了。唐刀，带他去休息，看好我们的物资，免得被别有用心的人搞鬼。知道了，您放心吧。Sir, we got our own logistic channel. Why are we collaborating with Jason at all? Ning, I have a bunch of cargo ready to send out. I need a new road and new team. In fact, Jason's plan is quite reasonable. Just send some to keep an eye on him. If he plays any games, let's say they might encounter a small snowslide. If he doesn't behave, don't worry. If he cooperates, he could even take a peek at the palace secret. We can talk about it when I'm there. Sir, the weather is unpredictable at the moment. It's not a good time. Sir, I don't recommend you to come. It's too dangerous. If you want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I could report. Or while video streaming. It's too dangerous here. No, I have to see with my own eyes. Ning, the secret of the Cloud Sky Palace is very dear to me. It's like a long-lost love of mine. Nothing is unacceptabl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 desperate yearning of an old man. 邱德考每天都睡这么早吗？我确信，他有很多事儿在瞒着你。在这个世道上，什么事儿最难懂？人的心。对你，我只能说这么多。哎，你们看啊，那个，这非常有可能就是东夏灭国的那场战争。你们看啊，这些穿裘皮和铠甲的，应该就是蒙古人的军队，而蒙古人的军队远远多于东夏的军队，这是一场压倒性的战争。东夏国都用女兵，亡国这不自然的吗？刚夸过你眼力好，就暴露了自己的无知。你们看啊，这些东夏国人的脸画得多清秀啊！其实这是非常有特点的。根据史料上的记载，所有跟东夏国人打过交道的人都说，这个国家居然没有老人。而且后来朝鲜人的记载，这个国家的人即便是死之后，也保持着青春的样貌，奇不奇怪？难道他们国家的人可以长生不老？这幅壁画是分2个部分描述故事的，可是合在一起又非常的完整，这简直是 beautiful。你们看，这里描述的战争，东夏人非常勇猛，以1敌3，可是到最后，他们人毕竟是太少了，都被蒙古人射杀了。战争的最后演变成屠杀。华老哥真有文化呀！你说的我们都看不懂，都稀里糊涂的，是吧？田真，知识渊博呀！你别老讽刺我，我就是对这方面历史比较感兴趣，多看看书你不就知道了吗？哎，咱俩看的书可不一样。那怎么着？那你还要讲点什么？那东夏国你给说说呗。这个东夏国呀，是女真被灭国的时候，在吉林和黑龙江一带突然兴起了一个政权。根据史料记载，他们其实和女真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便是文字也用的是同一种。后来蒙古人绕道朝鲜突袭，把他们给灭了。在整个历史上，
他们也就存在了70年。所以后来有些历史学家觉得，他们顶多就算是个大点的部落了，因为从人口、政治，还有领土上，他们达不到国家的级别。哎，四阿公，您不是说我们要去找的是一座东夏皇帝的陵墓吗？可是东夏国只短短存在70多年，人口也不是很多，而且从壁画上来看的话，他们当时的服饰、建筑也都说明他们的生产力不高。那他们怎么有能力建造这么一座陵墓呢？就算有能力的话，也没时间啊。对啊，古人的这个墓它是分等级的。您说的那个陵墓得是多大呀？我刚才听你们说，东夏人的服饰，你们有在其他的壁画上见过吗？哦，那壁画上描绘的是一群女人穿着这样的服饰在雪山上送葬，终点是一座浮于云间的宫殿。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谓的云顶天宫会不会和东夏皇陵是同一个地方呢？我们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刚才华老哥不是也说了吗？东夏灭国是在元朝初期的事情，而云顶天宫是汪藏海的杰作，这中间差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呢。哎，这个算你说着了。我查过资料，从记载当中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其实东夏人并没有完全灭绝，很有可能他们有残存的一部分进入了深山里。我研究过高丽志，在明朝初期的时候，还有一些朝鲜的采参人在深山里见到过穿一些奇装异服的人。我相信，那就是那些没灭绝的东夏人。No。而且，我们有更加直接的资料可以证实。舍密童语？这什么呀？这是？拿回去看看吧。这是真货吗？这是真货吗？广西金耳宫那枚，居然真的在他手上。你看，你快给四阿公，别弄坏了。这种铜鱼是龙的异形，是我们家四阿公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我相信做这枚铜鱼的人一定非常了解这东夏国，而更加奇特的是，他通过这枚铜鱼隐藏了一段非常隐秘的秘密。四阿公，你们看，秘密就在铜鱼的鱼鳞上，这里面隐藏了47个女真文字，真是绝了！古人有这样的奇思妙想，还有这样的技艺，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惊得我下巴都快掉了。上面记载的是什么内容啊？这上面的数据不全，我也破译不出来。不过，我坚信制作这枚铜鱼的人是想把东夏国的秘密记录下来。这上面零星记载的是说，东夏人和蒙古人决战之后，有一部分人退居到了吉林和朝鲜边界之处，他们在那儿生活了很久。如果能找全数据，我就可以揭开这段历史的真相了。四阿公，直到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谢雨花的手上也有一枚蛇眉铜鱼。本来我已经拿到手了，可是被你三叔要去了。四阿公，你可真大方，这么贵重的东西，说给出去就给出去了。你三叔他拿2座古墓作为代价交换，
而且还答应我，等把童鱼的信息破解出来之后，一同交给我。我怎么算都不吃亏呀。可事到如今，就没有下文了。哎，臭小子，你三叔把你派来寻找云顶天宫，想必他已经破解出了这个童鱼上的信息了。大公，我三叔这次出来假喇嘛，也没把您排除在外啊。是，这说明他也没想瞒您什么事儿啊。而且这次我们现在是遭了意外了，中间出了岔子了，联系不上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对。再说了，如果不是您告诉我这云顶天宫和东夏国有什么联系，我们也不知道。对，不知道。吴三省这小子就爱搞神神秘秘那一套，这回怕不是玩脱了，把你这个侄儿也装进去了。那小子，谁说不是呢？哎，对啊，我三叔坑我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如果不是新三叔的话，我早就跟他翻脸了。对，真是那他连我也一块坑，他不对这个。哎，成了，咱们散开吧。啊，找一下关于这云顶天宫的线索吧，好吧？成。和尚，你说这个裂缝后面会不会是？哎，你说我把它炸了怎么样？你怎么哪都想炸啊你？啊，你真不辜负你炮神的称号啊！你想把这个裂缝炸开吗？对啊，我建议不要。为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炮神吗？我告诉你啊，以前但凡下斗，只要有过不去的地方，就让他炸，指哪炸哪。而且这小子配的火药分量丝毫不差。咱低调一点啊！这么厉害啊？那我们以后的胜算说不定会大一些。但我的意思是指，这个缝隙后面根本就不可能有通道。为什么？这里是天然冰冻岩层结构，这上面被很多的积雪所覆盖。这缝隙后面既没有通道，也没有多余的空隙。根据这儿的岩层厚度和空气流通的情况来看，我推断这个缝隙后面根本就没有通道。行啊，吴显，哎，你这些知识怎么得来的？我大学是学建筑的。哎，你们怼着墙干嘛呢？实在不行，咱们就回去吧，这没意义啊，在这儿，真是，就怕后边有东西。你怎么来这儿了？顺子，你的病好了？好多了，可能是雪山温泉的作用。我醒来看到你们都不在，所以就出来转转，怕你们遇到危险。那真是太好了。你怎么知道这儿的？这就是我之前说的温泉，很少有人知道的，也是我阿爸告诉我的。哎，你过来。过来。走。哎，你看看，我们在石龙温泉坑找到的，看看是不是你爸带的那波考古队。赵于征，我没印象了，他们是很早之前来的长白山。那顺子，你爸爸有没有告诉过你考古队目的地是哪里啊？没有，那时候我还小，他不会告诉我这些的。哎，你们不是来登山的吗？顺子，既然都到这儿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心里有数吧？哎，成，那个咱们收拾收拾，赶紧回去吧。走了，别跟这儿摆忙了啊！
顺子，不想了解一下原因吗？掰开他的手掌，看看是什么。通鱼。哎，老婆，别冲动，别冲动，先问清楚原因再说。对啊，你先问清楚啊。顺子，顺子怎么回事？三公，他现在神志不清了，之前被温泉暂时压住了，现在体内的狐毒感染了神经，之后也只能看住他了。为什么会这样？他被狐狸咬伤之后，为了赶路没能及时清理伤口，狐毒随血液进入神经，引起了中枢神经错乱。这么说，他是代我受过了。哎，四阿公，小哥的话不是那个意思。他说顺子是无意识之下抢走你的蛇魅童鱼的，只要把体内的狐毒排清就没事了。啊，顺子，来，你告诉我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刚才那个东西特别吸引我，然后我就一直特别想去拿，之后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得，现在精神都出现问题了，更是个累赘。无锡，我早就告诉你，不要浪费资源给那些没有意义的人。哎，你不能这么说话啊！你要没他，起码咱们没法安全到这儿。他就是中了狐毒，知道吗？泡温泉就好了，这儿温泉哪儿都是。谁知道他要多久才能好啊？我们有那么多时间耽搁吗？2天，他中毒不深，最多2天。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对这里很熟悉？我本来就知道。如果再有下次，你的面子也不管用了。没事吧？这枚铜鱼上面女真文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是什么呀？其实最后一句话说的也不是很清楚，主要是因为数据不全。如果能找到最后的部分，我就可以把这句话破译出来。哎呀，你别搞知识分子那一套了，真是，咱们都是时代人，一开关是人是鬼，回头到时候就知道了，一清二楚。你知道什么叫知己知彼吗？其实我一直在想啊，这画壁画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壁画画在这儿呢？还加了一层掩饰。我觉得呀，他们当时是想在这儿画完壁画，然后再把整块石头都采集下来搬到墓室去，或者呢，他们真的就是闲得没事儿干，你知道吗？咱们在这儿闲得蛋疼，真的没事猜什么画画啊？有任何意义吗？你除非把那画画的找来，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儿画画。你知道吗？你有大才呀！哎，不是，哎，就你这些，你总能把那些特别复杂的事情想得极其简单。你这辈子你都得不了一证，知道吗？咱别废话了，咱赶紧回盘龙坑休息吧。啊，对，我天，我都快累死了。大光，来，顺子，你们先回去吧，我把顺子放温泉里，给他解毒。嗯。你干嘛去啊？天不是快亮了吗？出去看看雪停了没有。顺便我再拍2张照片。你知道这种雪景平时可见不着的。
要是雪没停的话，你在外面守着，2个小时以后换人。OK。醒了你，命够硬的。小哥，我昨天太累了，有很多事情没有想明白。但是我刚刚好好想了想，我想问你2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司阿公拿的那枚神秘铜鱼，和当时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司阿公从进儿宫里出来以后，不是被抓了吗？然后文化局保管了几年。司阿公一出狱以后，放火烧了文化局，烧完了以后，司阿公把铜鱼又拿回来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这中间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司阿公就是当年在广西建儿宫盗宝贝的人啊。那他见了小哥，怎么没有反应？你俩要什么反应？你忘了，当时苗寨那位老长老，他看清小哥的脸之后，哦。司阿公抓起来，而且还害人眼瞎的那个苗寨首领，跟小哥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他有可能他老了，老年痴呆，所以他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所以看到小哥没反应。你觉得司阿公看着像老年痴呆的样子吗？要不你亲自问问他？你问。没想到这雪一下就是3天，耽误了不少时间。要是没有补给的话，说不定我们不到地方就断粮了。出来玩的人可不会这样。其实我现在也没什么办法，要不就回去再回来，要不就分配食物，大家都少吃一点。回去，现在是不可能了。走吧。喂，那座山，就是那座山，海底墓壁画里的那座山，没错。我咋没看出来啊？花爷，
电脑里的资料必须24小时之内删除，不能留有痕迹。小沙，去帮我查查霍家。霍家，帮我查查霍老太太跟裘德考之间有什么私下往来，小心点查，别露馅了。那花爷，我们查到什么程度？霍小姐毕竟是霍家的孙女。查，秀秀那边我来想办法。霍小姐来了，这一共是114件。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我只是保管员，这货进来是什么样啊，我保证它出去就是什么样。至于是什么货，那就不是我该管的了。你在这儿干多久了？7年了。像这样出货，1年1次？有时候1年1次，有时候半年。每次都是这么多？大概都是100-200件吧。都是去国外的？是啊。像这样的仓库在全国有多少啊？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您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您签个字吧。霍小姐，一共是114件。那踢脚线也得擦一擦啊。哎，小姐。奶奶呢？她在书房。秀秀，你看看这盆花开得多鲜艳呢！奶奶，我去了裘德考说的那个仓库了，我看到了他的货。那货款没问题吧？没错，114件。奶奶，那里边装的可都是文物啊！我听说这样规模的出货，这7年来每隔1年或是半年就有一次。是啊，裘德考到底运出了多少文物，我简直不敢想象。是啊，奶奶，我们真的要帮他把货运出去吗？为什么不呢？别忘了，咱们霍家是怎么起家的。如今呢，裘德考和吴三省闹不对付了，合不来了，已经在找新的合作伙伴了。这时候呢，还让利不少给我们霍家呢。如今呢，又有杰森的新渠道了。这整个呢，都是由我们来占着主动权了。至于说能不能继续合作，那对于咱们霍家来说是极其有利的。可是这样风险很大啊，而且这么多文物出去了就回不来了，我不甘心。别忘了，我们霍家是盗墓的，可姑姑就是做考古的。哎呀，无利不起早嘛。所以说，你赶紧发货吧，省得那夜长梦多，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奶奶，裘德考究竟许诺你什么了？但那是钱吗？我不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你要质疑我的决定吗？啊？你是不是不想做了？你让给别人做嘛，对吧？你可以走啊。奶奶。那这样的话，以后霍家的事情就不需要你插手了。奶奶，好吧，我给你最后的选择。我做。小花，
有件事情我想找你帮忙。哎呀，你们看看那儿啊，山势延绵，终年积雪不断，又三面环顾，这是非常罕见的三头老龙啊。从大风水上来说呢，这就是传说中的群龙座。看见没有，3座山就是3个龙头，非常适合群葬。如果说东夏皇陵是葬在这个三圣山的悬崖峭壁上，那两边的这2个小龙呢，就应该是皇后和近臣的陪葬陵了。3头龙，还有这种墓啊？有，比如说1987年发掘的邙山战国3子连葬，就是3座有关系的古墓分列同一条山脉上的3座山头，两边的古墓各有一条半径1米的甬道通向中间的主墓。只是考古队发掘的时候，那些甬道都已经坍塌了，考古队也没有办法确定那些甬道是真的存在，还是说只是象征性的摆设。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说法没有？还有就是这3头龙的格局非常的奇特，3个龙头必须相通，不然3龙各自飞天，龙会没有方向，在空中乱作一团。葬在这里的人，子孙后代会自相残杀。所以说，如果有陪葬陵的话，这陵墓之下必然有通向中间主陵的密道，对吧，三公？哎，我哥们儿那么说以后啊，你就可以放心了。啊，好，走吧。是这个方向。走，出发。司阿公，您喝口水，休息休息吧。司阿公，您给指点指点。这云顶天宫的壁画我看过，它是一个特别恢宏的建筑。虽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东夏国不仅只存在70多年，但是到了后期，它留下的人民应该数量也是极少的，而且都隐居到深山老林里了，哪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修这么大一座皇陵啊？臭小子，到这儿来套话来了是不是？你要是连这点推敲都没有，你还配做吴老狗的孙子吗？司阿公，我只是个推测，不一定对啊，想听听司阿公您的意见。我是觉得呢，这云顶天宫是原本就存在的，它不是东夏人建的，只不过是这万奴王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就把它抢过来当成自己的陵墓了。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又来了，这个云顶天宫到底是谁造的呢？等到了地方不就知道了吗？你急什么？司阿公，这个蛇眉铜鱼是一把关键的钥匙，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拿到的它？那个地方会不会和云顶天宫有什么关联啊？这倒是没什么不能说的。当年我在广西卧佛岭进入的这个石塔里面，除了一些破旧的石像，其他什么都没有，连一个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也就那么一个8重宝函，宝函里面装着蛇眉铜鱼。哦，那这个过程顺利吗？什么意思？不是一般这种藏有重宝的古墓里都设有机关吗？那这个石塔，那个石塔就在山谷里面，要想下去都很困难，那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哦，
那四阿公啊，不如您把您下到这个石塔、拿到蛇眉铜鱼的详细过程告诉我，然后这中间或许有什么被您忽略掉的线索呢？你是看不起我老头子？不敢，没有。你这小子胆子倒是不小，这一点倒是挺像吴老狗的。怎么样？他没说，而且我感觉他好像在刻意逃避这个问题，就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详细的过程，但是又不想撒谎骗我一样。也许到了云顶天宫，这些谜题都会解开了。走吧。顺子，我睡不着，我跟你交换吧，我守这半岗，你回去睡会儿，啊？不用，都收了你们钱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的话，那也太亏心了。好。哎呀，哎，你以前是做什么的？采草药、打猎，跟我爸一样。我从小就跟着他在山上跑，对这雪山可熟悉了。他们都叫我阿朗才。阿郎才就是雪山的儿子。哦。对了，吴老板，你们几个到底来山上是干什么的？能不能告诉我？其实就算我不告诉你，你也能猜出来啊，不是吗？我就随便问问。你放心，等你带我们到了地方，我绝对保证你安全的回来。哎，对了，他们跟我说过，在这片雪山上采草药特别的赚钱。比起这吃力不讨好的雪山向导，你为什么不继续采草药呢？我不是专业的向导，难得带几次客人上山，也不会走这么深，一般在姑娘湖那块就折返了。这儿我还是第一次带人来。你别跟我开玩笑啊！真的，我没骗你。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这个季节是不会有人带你们来的。我如果不带你们来的话，你们就只能自己来了，那样的话太危险了。如果不是菩萨保佑，我们早就死掉了。能一个不落的到这儿，已经是奇迹了。不过你放心，我虽然没有带人来过，但是雪山我经常走，熟悉的很，不会有事儿。你对这儿根本就不熟悉，还非得带我们上来，你就真的缺那么点钱吗？其实也不是，主要是因为我爸。我爸当年也是带一堆客人上山，而且
他们走的路线跟你们差不多，但是后来，他们一个都没有回来。我隐约记得，当时那批游客也是在这个季节，也是非上山不可，所以我一见到你们，就决定一定带你们进来。可能这个想法很幼稚，我觉得跟着你们就能知道我爸当年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刚才问我们上来的原因？你是永远体会不到，一个明明知道自己的父亲就长眠在长白山，却永远无法见到他的感觉。对了，吴老板，我看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才跟你说的，你千万别说出去啊，我怕他们有所顾虑，尤其是那个叫郎峰的。干嘛呢你们？赶紧走！老爷子，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龙头宝穴啊？天兵守仙门，好地方。从小风水上来说，这仙门两山虎踞龙盘，气吞万象。这个地方地势奇特，龙气十足啊！三公，你和吴老弟说的都没错，这下面必须有陵墓。走吧。李逵，哎，哥们儿，李逵，张三，哎，通知老板，杰森把我们的货给抢了。大概是在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被人钻了空子。然后领路的车里就换了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别跟我耍心眼儿了，我捉的鬼都比你走的桥多呀。是啊，
是啊，你长本事了是吗？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你去做，可是你呢，联合外人去整自家人，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想让霍家沦为裘德考的走狗。霍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当主人了？奶奶，您不是说了要把霍家交给我吗？我不要一个被裘德考控制的霍家。我还没死呢，你就想当主人了？那您究竟是怎么想的呀，奶奶？和裘德考合作只会让霍家坠入深渊，我们几年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们是在走回头路啊，奶奶。难道人老了就真的变得顽固又糊涂了吗？放肆！滚！你给我滚！滚出去！这对于胖爷来说是一小步，但是这对于莫金校尉来说，这可是劈着叉的一大步啊！质的飞跃啊！难怪人家说，到蓬莱仙境，不及长白一跳，北国风光，万里雪飘，太壮观了。哎，顺子，啊，怎么着？你也尽尽导游本分，跟我们说说这儿啊？咱们长白山的传说中啊，这里的大圣山、小圣山，还有前面的三圣山，在洪荒时期啊，其实就是一座山。后来大禹治水的时候经过这儿，用一把神刃劈了2下，一座山变成了3座山。我听爷爷说，在这3座山上看到的风景各不相同。就比如说在咱们这儿小圣山上，你可以同时看到大圣山和三圣山，但是在大圣山上你就看不见小圣山，只能看见三圣山。最奇怪的是，在三圣山的峻岭上，你不但可以看到大小圣山，你还能看到三圣山后面与它遥遥相对的天梯峰。这天梯峰比三圣山更加巍峨，常年云雾笼罩。相传上面有一道天梯可以直达天宫，是人间和仙境的甬道。如果天气好的话，你还能看到它们之间有一道彩虹一样的霞光。不对吧？这云顶天宫不是应该在三圣山上吗？怎么又跑天梯峰去了？这个我知道，来之前就这个现象我还特意调查过。我猜想是因为修建天宫的时候，因为天梯峰和四周雪山的折射，所以形成了海市蜃楼。而且你们看啊，这山间之中，终年大雾不散，形成了一种幕布，所以海市蜃楼折射进去之后，就好像天宫在天上一样。这海市蜃楼不是在沙漠和湖泊中才有吗？在雪山当中能形成海市蜃楼，确实是十分罕见。我想，
估计跟这儿的地貌和龙脉有关系吧。再说了，在这种天然的宝穴当中，发生什么都不奇怪啊。